3D 打印机也可以造人了吗？咱们今天呀，就用最新的2种 3D 打印技术来开一下脑洞。在很多科幻电影里啊，人造 3D 打印机器人的存在都引起了科幻世界里的核心哲学讨论，比如说《银翼杀手》里的复制人。在《银翼杀手》的反乌托邦世界中，复制人呀被视为2等公民，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利或者说人性。整个电影的主线都围绕着，如果人造人也能拥有情绪感知能力和体验意识的能力，他们这些能力不再只属于人类。如果复制人也能感受到痛苦、爱和失落，难道他们不也值得被人同情和尊重吗？再比如说《攻壳机动队》里的素子，その気になれば体内に埋め込んだ化学プラントで代謝の制御、知覚の鋭敏化、運動能力や反射の飛躍的な向上、文句を言う筋合いじゃないわ。作为一个半机械人，他与真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他可以高速的运转，拥有超强的战斗力，同时也具备人类的情感和思想。人真的可以成为神，成为人造人的神吗？我们来看看最近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研究并制造了一只完全用 3D 打印一体成型，可以跟真正的人手功能相媲美的机器人手臂。骨骼、韧带、肌腱分别由软硬不同的材料在同一个机器里同时的进行打印，从而可以完全模拟人手的功能，不再需要不同的机器去打印不同的部件，然后再进行拼装。研究人员还给 3D 打印机配备了一台一起工作的 3D 扫描仪，用来检查每个打印层的表面是否有不平的地方。在打印下一层的时候呢，通过实时的精确计算，对要打印的下一层的材料量进行及时的调整，在打印下一层的时候填平上一层，等于说边打边实时的修补它，以此来完成高精度的完美打印。我们来看一看另一种新的打印方式 Rapid Liquid Printing， 快速的液体凝胶打印。还记得《黑客帝国》里 Neo 从另一个世界的凝胶醒来吗？凝胶状的物体感觉就是连接异世界的传送门。咱们这个现实世界里也有那么一伙人在做这个物质传送门。麻省理工 MIT 跨学科的研究室研发出了 Rapid Liquid Printing， 以下简称 RLP。RLP 呢，就是在这个凝胶的物质里面来进行 3D 打印。RLP 这个打印方式会在液体凝胶悬浮液中以物理的方式绘制 3D 空间。它呢有点像 FDM， 也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用线材热熔的方式来进行打印。在电脑中把 3D 模型一层一层的 slice， 把它切片出来，电脑会计算每一个针孔它要走的一个路径，然后一层一层向上的打印出来。这种传统的打印方式在打印不规则的 3D 模型时需要做支撑，来让这个模型得以完成。直接在凝胶中叠加体积，材料会边打印边固化，然后打印完成的物品呢，只要拿出来用水清洗就可以了，打印件就处理完，可以直接使用了。在视频中所展出的耗材是弹性纤维氨纶和硅胶的混合物。该实验室也表明他们也尝试了其他的材料，比如说塑料、泡沫、橡胶还有金属。咱们可以看一下他们打印出来成品是什么样子。所以在这种凝胶里面的 3D 打印技术，它的最大的优点是它不需要任何的支撑，因为这个凝胶是3维的支撑。这种打印方式速度快且不会造成任何的浪费。可以想象的是，当你不需要去打印那些支撑的时候，它其实节省了很多时间和材料。打印完成之后只需要捞出来清洗就可以了，不需要传统 3D 打印行业里的工业化污染重的后处理。这种打印方式也可以实现医疗行业里生物软体打印需要跟人体兼容的需求，也可以实现工业领域里对材料的耐用性、坚固性和重量的要求。最后一点这种打印方式可以让 3D 打印不再受尺寸的限制，因为它不需要一个热床，或者说 SLA 打印里面的材料缸。理论上来说，
水箱有多大，产量就有多大。但目前来说呀，这个技术还在实验阶段。该实验室一体打印过最大的一个物体，就是大家看这个图片，在米兰家具展上展出的一个桌面，它大概是1个1米的尺寸。这种凝胶的打印方式它也有一些限制，目前是没有办法去打印特别高精度的物体，包括一些小型的精密结构，它只能打印相对光滑的一些物体。这项技术的负责人也表示，目前有进一步开发这项技术的计划。他们目前正在与研究人员和行业领先的公司就医疗设备、鞋类、家居用品、家具、航空和汽车零件等应用领域尝试合作。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期待一下从凝胶里面拿到 3D 打印机的快感吧。想象一下科幻世界里的人造人，在不久的未来也是通过这种凝胶的方式一层一层的打印出来，不需要任何的组装，直接一体成型。然后他们也会拥有跟我们一样的意识，就像美剧《西部世界》的片头一样。研究人员呀，现在可以使用高质量的材料，一次性 3D 打印出更复杂、更精确、更耐用的机器人。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材料和打印方式上的创新，使得逼真的软体机器人不再只活在虚拟的科幻世界中。咱们呀，把脑洞打开，想象一下新型的打印方式、打印材料和复杂的生成式 AI 算法结合，这样的创新可能会为我们的未来打开一扇门。这说明我们有能力去制造更复杂的物体，乃至有生命力的人造生物。这种生物不再是机械的，而是更接近大自然造物主的有机进化。但同时，当人类可以被轻易的被机器取代的时候，何谓真正的人类？全部偽物の記憶で夢のようなものなんです。人形使いと法の海で発生した生命体。誰でも考える。もしかしたら自分はとっくの昔に。 Let's have a cuppa. You understand? Good.